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档案。南半球的新西兰有一处风景如画的岛屿，叫做 Waiheke Island。这有成片的葡萄园、橄榄园，大片未经开发的沙滩，以及美得让人一见难忘的落日海滩。这个岛呢，有一个听起来颇为浪漫的中文名——激流岛。在这个宛如世外桃源的地方，人们过着夜不闭户、平静安宁的日子。但是在1993年10月8日的清晨，一起残忍的命案却划破了这样的宁静。最开始呢，是一个早起晨跑的人在一户民宅前看到了一个惊悚的场面。门口的大树上有个人影在空中摇晃，而几十米外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正在歇斯底里的尖叫。路人赶紧打电话报警。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呢，发现那个挂在树上的男子已经没有了心跳和呼吸，而在屋内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全身是血的女人，头部遭受了多次重击，已经奄奄一息，旁边还丢着一把染血的斧头。警察把女人送往当地最大的医院，经过了医护们90分钟的全力抢救，女子还是因为伤势过重而不幸去世。因为受到惊吓而尖叫的那名女子呢，名叫顾香，挂在树上的男人名叫顾成，是他的弟弟，而被斧头砍死的女子则是顾成的妻子谢烨。因为他们都是华人，警方向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通报了情况。而一听到顾成的名字，大使馆那边对办案警察说：“这可是中国如今最出名的一位诗人啊，他竟然死了。”据姐姐顾香回忆那天一早她过来看望弟弟一家，结果发现顾成一脸惊慌地从屋子里面出来，说：“我把谢烨给打了。”姐姐一听这话赶紧进屋查看，发现弟媳满脸是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刚跑出来想要找邻居求助，结果却发现了更加惊悚的一幕：弟弟自挂东南枝。得知噩耗顾成和谢烨的父母都从中国赶到新西兰处理后事。男方父母显得非常的冷静和克制，简单的取走了屋子里的一些书籍和文稿以后，就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在儿子的葬礼上露面，之后又匆忙回国。而谢烨的父母呢，则是悲痛欲绝。除了大骂渣男顾成害人害己，更是痛斥那个介入了女儿婚姻的小三李英。如果不是他跟女儿争夺女婿，也不至于酿出这样的悲剧，白发人送黑发人，让5岁的小外孙早的就没了双亲。简而言之呢，就是李英虽然没有被顾成劈死，但是也应该被天打雷劈。顾成杀妻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这是因为三角恋情导致的悲剧吗？还是背后有更多的前因后果呢？今天咱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离奇惨案。顾成事件1年后他的遗作《婴儿》出版了。这是一本写给情人李英的书，里面充满了顾成对李英狂热的爱，也不乏对两人床笫之欢的露骨描写，妥妥的少儿不宜而在书的前言和后记中呢，顾成还特别感谢了妻子谢烨，说如果不是他不遗余力地帮助记录和誊写，这本书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这就是说，老婆帮老公写了一本描述出轨小三儿还爱得死去活来的书。无独有偶李英后来也写了一本叫做《魂断激流岛》的书，里边详细描述了他和顾成夫妇在新西兰的3人行同居生活。尽管文笔远不如顾成，但是内容却是一样的劲爆火辣，看得人瞠目结舌。然而呢，这个事情却没有随着2本书的大卖而结束。凶案发生1年后顾成的4封遗书被一家香港杂志公开，整个事件更是被推向了一个舆论的高峰。这里边就提到了一个叫做陈某某的男人，说他呢是老婆谢烨的地下情人，他俩早就盼着顾成早点归西，他俩好双宿双飞。顾成觉得头上这绿帽实在是太重，所以才做出了这种极端的事情。于是这事儿顿时就从渣男宠妾灭妻变成了潘金莲勾搭西门庆逼死武大郎三角恋变成了4角关系，让顾成的杀妻动机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只能说哪怕是同一个事件，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描述，都能让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案件解读。而那个唯一无法为自己发声的主角，也就是顾成的妻子谢烨，似乎只留下了一个模糊的血色影子。作为局外人的我们呢，只能从这些描述中提取重合的部分，剔除掉那些充沛的情感描述，尽可能的来还原这起激流岛血案的前因后果。而所有这一切的开始也许要从那个被誉为诗人梵高的天才说起。
一个精神的创造力过去了的时候，剩下的可以说是一具尸骸。1956年9月24日，北京的一个部队大院里，一个男婴咕咕坠地，父母给他起名为顾城，和姐姐顾香名字遥相呼应。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顾城的父母明显不是胸无点墨之辈。事实上父亲顾公是一个参加了新四军的老革命，搞过宣传，当过编剧，是军中笔杆子。不过顾城却没有遗传父亲的军人气概，他从小呢就比较内向寡言，敏感脆弱，除了姐姐几乎不与任何小朋友交流。在他10岁的时候，父母在那场红色运动中被打倒，关进牛棚，而顾城呢也因此离开了学校。对，您没听错，这个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实际的学历只有小学3年级。他一生的成就几乎全部来自于天赋。在别的孩子还在背诵鹅的时候呢，他就能看着窗外的一棵白杨树写下我失去了一只臂膀，就睁开了一只眼睛。这2句话看似平平无奇，但是杨树枝被砍掉之后在树干上的痕迹真的有如一只眼睛，让人不得不叹服他的观察力和想象力而这个时候他才刚满8岁。1979年，23岁的顾城结束知青生活，返乡回到北京，望着窗外夜色中的点点光亮，回想起过去10多年的辛苦蹉跎，于是挥笔写下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也许全世界能看懂中文的人或多或少都被这句诗震撼过。短短18个字就能让人体会到从色彩到光线，再到感官，直到灵魂被那种坚韧不屈、永不放弃的信念所撼动。哪怕时间过去了40多年，在3年疫情期间，还是有无数人反复引用这句诗，给所有处于迷茫和痛苦当中的心灵带来慰藉和希望。如果世界上真的有上帝，那么他一定是在顾城写下这2句诗的时候亲吻了他的手指。不过对于顾城自己来说，有没有寻找到光明咱们不知道，但的确给他找到了一个老婆，却是实打实的。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1979年7月，顾城跟着父亲去上海出差，结果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呢，遇到了一个名叫谢烨的漂亮姑娘。从前慢里头有一句话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比如那个年代的火车跟现在的高铁就不能同日而语，从上海到北京要走1天1夜。但也就是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中2个年轻人坠入了爱河，彼此以为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谢烨呢，也是来自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母亲则是一位护士。他的父亲在文革中也被批斗和坐过牢，母亲呢被迫跟他离了婚，一面上班一边独自抚养2个孩子。谢烨从小不仅要帮母亲做饭洗衣料理家务，还要照顾先天残疾腿脚不便的弟弟，非常早熟和懂事。这儿呢也能看出谢烨和顾城尽管背景相似，但是在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却截然不同。谢烨是一个关心他人、以别人的需求为主的付出型人格，而顾城则是把自己封闭在诗和远方的一小方天地里，心安理得地接受着别人对他的关爱和照顾。就这样，他俩一个付出，一个索取，还都有着文学青年的浪漫情怀。于是在2地恋爱数年，通信几万字之后，顾城只身前往上海，去谢烨家提亲了。没想到谢烨的母亲则一眼就看出这个准女婿不靠谱，生活自理能力几乎为零别说是买菜做饭了，就连穿衣服都常常扣不起扣子，要谢烨一个一个帮他扣好。除了能写2句诗，别的百无一用。更可怕的是，顾城的脾气还像个不懂事的孩子，十分任性，喜怒无常，一有不顺心就大吵大闹，乱砸东西，闹得左邻右舍的都不安宁。于是呢，他坚决反对女儿嫁给顾城，还把家里的户口本都给藏了起来。可是谢烨就跟猪油蒙了心一般，非顾城不嫁。而顾城的做法则更加极端，干脆做了个大木箱子，往谢家门口一放，自己往里一躺，谢烨不嫁给他，他就不走了。想象一下门口突然出现了一口大棺材，里面还装着个大活人，是一个多么惊悚却又荒诞的情景无奈之下，谢烨的母亲只能对女儿的恋爱脑进行了妥协，说跟顾城结婚可以，
但是要先去医院检查一下他有没有精神病。为了顺利领到结婚证，谢烨甚至不惜去找鉴定的医生，各种说情，还凑钱送礼，终于是开出了一张顾城精神正常的证明。谢烨母亲呢，也只能对两人的婚事放行。只是那时候啊，谁都不会想到这一纸证明会在多年后导致这么惨烈的后果。我一直在走各种极端，一直在裁判自己。在我生命里，总有锋利的剑，有变幻的长披风，有黑鸽子和圣女崇拜。两人结婚后啊，度过了一段甜蜜而幸福的时光。那时候正赶上中国文学创作的环境变得开放，诗人和作家从之前的臭老九一跃成为了万众瞩目的明星偶像，连人民大会堂都开放让他们进行朗诵和演讲，走到哪儿身后都有一大群粉丝高呼诗人万岁，可谓是饭圈界的鼻祖。这里面呢，自然也包括了一些年轻漂亮的女粉丝，打着文学女青年的名号，在各种诗歌研讨会上蹲点，哭着喊着要用自己的青春、爱情，甚至是肉体来给偶像们创造灵感，作风之大胆奔放，跟那些混摇滚圈睡遍一个乐队的狂放女不相上下。这里面呢，也包括了一个名叫李英的23岁女孩，她原本是另一个诗人刘占秋的情人，不过刘比她大了20多岁，家里还有个非常厉害的老婆，取而代之是不可能的。李英呢，是在一次诗歌圈的聚会中认识的顾城，发现这个才子无论是从相貌、名气还是年龄都更胜一筹，于是很快主动展开了追求。俗话说得好啊，女追男隔层纱嘛，两人很快就勾搭在了一起。那这样明目张胆的偷情，自然没能逃过原配谢烨的眼睛。面对丈夫的出轨，她既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也没有要闹离婚，反而坚信老公是没错的，错的都是那些狐狸精。她采取的应对方法也非常消极，认为只要把老公和那些女粉丝隔得远远的，就能从物理上隔断出轨的问题。1987年秋天，顾城受到邀请前往欧美的一些大学的东亚文学系进行演讲，妻子谢烨一路陪同。在行程结束后呢，他们决定干脆坐船去南半球看一看。结果顾城对那个世外桃源般的激流岛一见钟情。谢烨对丈夫想在此定居的想法非常支持，回到北京后就各处托人联系，结果呢，还真有一所新西兰大学的东亚文学系愿意给他一个研究员的职位。而在当年非常宽松的移民政策下呢，顾城和妻子谢烨都能够一步到位地拿到永居。就这样，1989年，他们变卖了国内所有的财产，决定下半辈子过上夫唱妇随的田园生活。根据顾城后来书中的回忆在他离开的前一天夜里，情人李英大半夜过来送行，哭成了泪人。老婆谢烨还非常大度地让出了卧房，让二人临别的时候来了个分手炮。第二天呢，顾城提上裤子启程，情人泪洒机场，唯有老婆谢烨暗暗地松了口气，觉得就算是狐狸精法力无边，也游不过这太平洋剧。风停了，每一棵树都站在中午的阳光里，大白云一动不动，鸡鸟无声。顾城呢，有一份体面的大学工作，老婆谢烨勤劳能干，英语流利，而且为了迎接这位中国著名诗人的到来激流岛还专门赠予了他们一块面朝大海、风景宜人的自建用地，建筑材料也都是半买半送。比起那些初来乍到、一贫如洗、只能蜗居地下室的新移民，顾城夫妇简直可以说是神仙开局了。不过之后发生的事呢，却诠释了什么叫做高开低走作为一个生性散漫、常常过得日夜颠倒的诗人，朝九晚五、打卡上班的生活对顾城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于是呢，他工作还不到3个月，就任性的辞职了，回到激流岛的家中，一面凭自己当知青的时候学来的木匠手艺开始 DIY 建房，一面继续写诗。结果这2样进行的都不顺利。他的木匠手艺呢，属于打个桌子板凳都很勉强的水平，造房子明显超纲太多了。但是呢，他又非常倔，不愿意请人来帮忙，导致房子几年后都没有彻底完工。今天屋顶漏雨，明天下水道堵了，是状况不断，简直就跟当年杜甫被秋风所破的草堂有的一拼。而离开了华语的土壤，他的创作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瓶颈。那些令人眼前一亮的神来之笔不复存在，似乎诗歌之神也将他抛弃了。
1989年的春夏之交，顾城写下了大量支持学运的诗歌和散文，发表在了新西兰和香港以及台湾的中文媒体上。虽然里面没有出现什么名句名篇啊，却也导致他上了黑名单，从此堵死了回国之路。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即使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也无法回国投奔父母的原因。即使生活越来越困窘，他也没有放弃自己作为一个文人的清高和好面子。因为实在买不起新的，所以呢，只有趁搬家日的时候去街头捡一些别人不要的家具和电器回来用。但是他又抹不开面子，于是便让老婆或者朋友出面去搬。相比之下，妻子谢烨则更适应新西兰的生活。他懂英文，会开车，性格也比在国内防范小三的时候活泼开朗了许多。按理来说，这样的家庭最适合的是妻子出去工作，过男主内女主外的日子。可是偏偏顾城的大男子主义犯了，不许老婆抛头露面找工作，一定要他天天留在家里照顾自己的起居，整理稿件，不出大门一步。那你说两个人都不工作，又没有经济来源，只好把后院改造成了鸡舍，养了上百只鸡，靠卖鸡蛋过活。不过这种养鸡种地、田园牧歌的生活却没有想象中的浪漫与美好。顾城呢是肯定不会屈尊去伺候这些鸡的吃喝拉撒的，那还是得靠谢烨每天从早忙到晚，却还是力不从心。很快后院就是鸡毛和鸡粪齐飞，左邻右舍是苦不堪言啊。对此呢，社区曾经多次派人上门催促他们进行整改，一来二去都看不到效果，双方的火药味也就越来越浓。后来有一次，终于被说急了眼，顾城一改自己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形象，用斧头把那些鸡的头都给砍了下来，血腥残暴之极啊，让整个后院顿时成了鸡的修罗场。然后他就把那100多个鸡头装到了个袋子里，拿到社区办公室，往负责人的桌子上那么一倒，差点没把人给吓疯了。自此以后整个社区的人都抱着一种心态，那就是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嘛，对他们一家是敬而远之，跟几个月前热烈欢迎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这儿多说一句，就是有关顾城杀鸡的这个情节呢，在一部1998年名为《顾城别恋》的香港电影中有过再现，结果遭到了很多顾城迷的抵制和抗议，觉得把他们心中的诗歌男神完全拍成了一个疯子，认为能写出那么单纯美好诗句的人，怎么可能会做出挥刀斩杀100多只鸡的事儿呢？但是后来在2013年，一部名为《流亡的顾城》的纪录片中，通过采访的方式证实了这个情节的确存在，只是到底杀了多少只鸡，这数目没法得到证实。甚至顾城自己在后来的小说《婴儿》的最终章节中也有所提及，所以呢，我们在这姑且认为这是发生过的事实。话说回来慢慢的他们身边那些华人朋友也受够了顾城的乖张偏执，觉得他既不会挣钱，又不料理家务，脾气还大，俨然一个 Spider-Man 失败的 man 可是在谢烨眼里，老公可一点都不失败，他依旧十分崇拜顾城。有人就曾经回忆说，不管什么时候，谢烨手中都会拿着一个小型录音机，随时把顾城说的话给记录下来，因为在他看来丈夫说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是他创作灵感的火花，弥足珍贵，一定要好好保存。3月9日12点20分，生了一个男孩，4公斤3公两，8斤6两。其实在他俩离开中国前，谢烨就发现自己怀孕了。顾城对这个孩子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一丝兴奋和喜悦，反而以他们马上要出国，百废待兴为理由，极力劝说谢烨拿掉这个孩子。一向对丈夫十分顺从的谢烨，这次没有妥协，而是坚决要下了这个孩子。于是呢，就在他们落地新西兰3个月后，谢烨生下了一个儿子，起名顾桑木，英文名 Sam， 大家都叫他的小名莫尔。小莫尔的出生并没有唤起顾城心中的父爱。儿子出生后的2年里，他基本没怎么上心。孩子哭了，他就把卧房的门紧紧关上，任由孩子哭得背过气儿去，自己是耳不听心不烦。谢烨不仅要照顾嗷嗷待哺的婴儿，做全部家务，还要负责一个永远也长不大，时时需要人照顾，还要哄着不闹脾气的老公。可即使这样，谢烨也觉得比起之前在国内跟小三斗智斗勇的心理苦，现在生理上的劳苦可以随着孩子的长大，老公的收心而慢慢变好嘛。但是事实却证明，他以为痛苦的尽头其实是痛苦的开始。
在儿子小木耳2岁生日时，家里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就是那个曾经被顾城丢在国内的情人李英。直到这时，谢烨才知道这俩人居然还没断，过去2年多一直背着他鸿雁传书，精神恋爱的死去活来。顾城在信中呢，把李英比作是自己的林黛玉，是三观契合、灵魂共振的 soul mate， 而老婆谢烨则是薛宝钗，温柔能干、贤惠懂事，但终究是纵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于是在李英的反复撺掇下，顾城背着老婆给他办了一个旅游签证，来到了新西兰。看到小三儿居然跨越了半个地球找上门来了，还要在家里头跟自己同吃同住，谢烨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当天就收拾东西离开了家，住到了一个朋友家去。但是没过多久他就陷入了对儿子的深深思念当中。而这时呢，顾城也找上门来，苦苦劝他回家，但就是绝口不提李英到底该怎么办。与此同时呢，李英正哭得稀里哗啦，表示自己是来加入这个家的，不是来拆散他的。她不仅要做顾城的 soul mate， 还要当谢烨的好姐妹，两人一起抚养小木耳，大家庭其乐融融啊。而顾城呢，也不失时机的给他洗脑，说妻妾制度才是经过1000年验证，对孩子最稳妥、最保险的一种家庭方式啊。那古时候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嘛，夫妻2人不幸早亡，小妾含辛茹苦抚养小少爷长大。被两人游说的迷迷糊糊的谢烨呢，最终还是回到了激流岛的家中。只是他不知道顾城的这堆信口拈来的瞎话，会在3年后以一种最残忍的方式应验。鸡的世界与人世无别，只是少点文化，不相混杂。每一代都有这个瞬间，优雅、平静。之后的日子顾城在《婴儿》一书中说成是他人生中最幸福也是最理想的生活，但实际上他和李英在书里都承认，所谓的一妻一妾的神仙生活，其实就是顾城和李英每天卿卿我我，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但是却把所有的家务杂事都丢给了谢烨，甚至他们要去城里头看电影，都是谢烨开车给他们当司机。这哪是什么正房太太呀，分明就是他俩的一个老妈子呀。这么荒唐至极的3人行，一共持续了2年多时间。李英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温柔乖巧，一口一个姐姐的叫着谢烨，但是私底下却是一朵不折不扣的黑莲花。他的终极目的还是要独占顾城。可是顾城也不傻呀，爱情又不能当饭吃，那没了老婆谢烨去料理柴米油盐，他跟李英这俩除了风花雪月什么都不感兴趣的人，分分钟能饿死在激流岛。于是他对这2个女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不置可否，心安理得的享受其人之福。李英于是呢就把歪心思动到了小木耳的身上，开始撺掇着要顾城把儿子给赶走，觉得要拿捏住谢烨的这根软肋，自己就能不战而胜。前面咱们也说了，顾城对这个小宝宝态度一直非常冷淡，甚至是视作累赘。李英的提议正中他下怀觉得没有小木耳占用时间和精力，能让谢烨更加全身心的伺候他俩。于是他俩就开始轮番给谢烨施加压力，甚至还趁谢烨不在的时候对小木耳动手，弄得他胳膊腿上都是淤青。最后为了儿子的安全，谢烨不得不同意将他暂时送到一家毛利人家里临时寄养，但是他也彻底对顾城失望，萌生了要离开他的念头。不久后顾城收到了一家德国大学的讲学邀请，时间是2个月。他第一反应是想把2个女人都带上，结果双方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在爱情和面包的极限2选1中顾城选择带上老婆谢烨，因为离开了老婆，他根本就是个生活自理能力为0的废人。对此呢，李英非常愤怒，却又无可奈何。顾城夫妇就像几年前离开北京时一样，又把他丢在了身后。只是这次顾城恳请他一定在家等他们回来，而似乎预感到了什么的谢烨却说，如果我们回来的时候你还在，那么这就是我的命，我会彻底接受这个现实。李英当然没有等他们，在顾城夫妻离开的这2个月里，他飞速搭上了一个比他大20岁的当地白人，并且跟他领证结婚了。等顾城回来的时候，家里早已是人去屋空。面对顾城愤怒的质问，李英的态度倒是非常坦然。他认为顾城拖着不跟谢烨离婚，也不跟他结婚，这就意味着他无法拿到绿卡，
这个时候她的旅游签证早都过期了，成了黑户，只有通过嫁给这个老头才能把身份转为合法呀。那说白了就是你连最基本的身份都没办法给我，那别提什么背叛不背叛的了。我们就像生长在一起的树，在风中不停地摇，度过了整个时光。我好像要把所有少年时代的绝望都交给这一刻，交给他。情人的离去让顾城变得更加情绪化，每天在抑郁难过和暴跳如雷中反复横跳，最后还是通过自己最擅长的写作来抒发情感，于是就有了那本著名的《婴儿》。就跟他之前很多作品一样，大多数时候呢是由他口述，谢烨负责记录整理，然后他再进行最后的修改润色。可是这本半自传体小说里到处都是顾城对情人的身体还有两个人之间那些事儿的描写，难以想象谢烨在记录下这些的时候内心到底是怎样的纠结矛盾。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本书不仅代表着顾城和李英感情的结束，也是谢烨彻底下决心离开顾城的那最后一根稻草。根据顾城遗书里的说法，谢烨在陪他去德国讲学期间结识了一位姓陈的中国人，对方对谢烨一见钟情，展开了疯狂的追求。在谢烨和顾城离开德国之后，依然没有断联，甚至为了他离了婚，一路追到了新西兰向谢烨求婚。也就是说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谢烨从一个忍气吞声、被丈夫和小三欺负的正房，摇身一变成了拥有感情选择权的大女主，而她几乎没有太多的犹豫，就选择了新生活。对于顾城来说，失去妻子所带来的巨大恐惧感，要远胜于情人离去带来的痛苦。他这个被老婆照顾了10几年的巨婴，被突然抛入了冰冷的社会，自生自灭了，他慌了。于是他下跪，苦苦哀求，甚至以极端的行为和语言相逼。只要谢烨不离婚，他愿意洗心革面，做一个好丈夫、好爸爸，一家3口在激流岛可以幸福地生活下去。可是为时已晚，谢烨去意已决，因为他早已经在这些年顾城的作天作地中耗尽了对他的最后一丝感情。他不仅要跟他离婚，还要跟陈某结婚，带着儿子小木耳永远地离开新西兰。那本叫做《婴儿》的书，就是他最后的仁至义尽。你就跟你那个虚无缥缈的爱情以及梦中的林妹妹过去吧，成书之际，就是我俩相忘于江湖之时。可惜往往真正的悲剧就会发生在幸福来临前的那一刻。谢烨的人生也在他马上要重新开始的时候戛然而止，他终究还是没能活着离开那座风景如画的小岛，也没能活着离开禁锢了他的婚姻牢笼。也许比起顾城，他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从来没有想到，那个看上去文质彬彬、弱不禁风的丈夫，会在绝望中对他挥出斧子。一个人弄错了爱，就像投错了胎，你的样子就十分奇怪，一辈子也改不过来。激流岛双尸命案发生后在中国和新西兰都掀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在那个网络还未普及的年代，人们的讨论甚至是骂战，都必须要通过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来进行。在这个事情上呢，也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觉得是顾城的行为荒唐，搞什么一妻一妾3人行最后还对辛苦付出了那么多年的老婆举起屠刀，实在是禽兽不如。另一派呢，则认为谢烨在离婚的这个问题上处理得不当，把顾城逼到了绝路，这才引火烧身。那更有甚者，觉得顾城是被下了套，他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这个一听就十分炸裂三观的说法来自于顾城的姐姐顾香。前面也说过，顾香是在血案发生2周前持旅游签证来到激流岛，本意是想要代替谢烨照顾顾城，帮他度过离婚的这段艰难日子，结果却目睹了凶案的发生。同为文学女青年的顾香后来写了一篇叫做《我面对顾城的最后14天》，里面明里暗里的把矛头指向了已经遇害的谢烨，说是因为谢烨婚内出轨了陈某，俩人暗地里想要谋害顾城，而且计划周密，顾城已经早有察觉。于是姐姐顾香就认为是这对奸夫淫妇一直在给顾城洗脑，逼他跟情人李英双双殉情，带着他的财产和儿子才好远走高飞嘛。
结果被顾城发现后，愤而杀妻，自知难逃法网，这才自挂家门口。说实话，这个作案理由在外人看来非常的疯狂，而且不合逻辑。但是由于里面2个当事人都已经故去了，而那个陈某人不管是在血案前还是血案后都从未露面，所以呢也很难证实里面的真实性。因此啊，这一直被那些顾城的粉丝们拿来作为攻击谢烨的主要武器，认为他才是整个案子的罪魁祸首，死得罪有应得。不过20年后，在那部流亡的顾城纪录片中，却给出了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顾城的遗作《婴儿》里面，尽管所有的人物都有原型，不过实际上却是一部半自传型的小说。那既然是小说，就不免有很多的虚构和创作的成分。尤其是最后的结局是顾城杀掉情人李英后结束了自己，这和现实中杀害妻子是完全不同的。在这个小说结局的反复暗示下，原本就有精神障碍的顾城患上了严重的妄想症，真的感觉是有人要害他。由于当时呢，李英已经远走高飞了，依然留在身边的妻子谢烨就这样成为了他的假想敌。在无法分清虚构和现实的情况下，顾城终于被心中的黑暗所吞噬，酿成了血案。也不知道在看到丈夫对自己挥出斧子的那一刻，谢烨有没有想起10多年前的那一天，她为了要嫁给爱情，不惜买通医生开出的那一纸精神正常的证明。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后悔当年那一念之差，最终将自己的生命用极端惨烈的方式定格在了35岁。爸妈姐，人间的事总是多变的，关键是心地坦然。这岛极美，粉花闭目，想想你们要身体好，来一次多好啊。再来说说故事里另外一个主角李英，她的结局。她呢，在嫁给那个白人老头拿到绿卡之后很快就离婚了，搬去了离新西兰不远的澳大利亚。而这个时候呢，以她为原型的顾城遗作《婴儿》发表，并且成为了热卖的畅销书，而李英也因此成为了众矢之的，甚至都不敢出现在华人多的地方。为了辩解，李英写了《魂断激流岛》一书，声称她去新西兰并不是为了顾城，而是要寻找新的自己。而住到了顾城家里呢，纯是受到了他们夫妇2人的欺骗，强迫他用跟顾城上床的方式来换取免费的住宿。他甚至还露骨地说自己从未在和顾城的房事中得到过快乐。他的书呢，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就连他昔日的好友文心也写文指责他吃人血馒头，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格。还记得跟顾城交往之前，他还跟另一个叫做刘占秋的诗人有过一段情吗？后来呢，这2个人又在悉尼的街头重遇了，旧情复燃。刘这次倒是为了他离了婚，2人结婚后又一起回到北京居住。之后他们的生活非常低调。2002年，他化名麦琪出版了一本叫做《爱情一妹》的小说，还是以自己为原型，把和刘占秋的爱情故事写得荡气回肠。2011年，48岁的李英患上了鼻咽癌，本来发现的时候属于早期，完全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切除病灶。但是在他听说手术后会在脸上留下永久的疤痕之后呢，就拒绝了医生的治疗方案，坚持用食疗和中药的方式来进行治疗。除了丈夫刘占秋，她不见任何人，也拒绝出门，完全将自己封闭了起来。后来呢，刘占秋受聘去广东一间大学任教，李英便一个人留在了北京。2014年1月，病魔终于将她打败，她孤零零地去世在家中，身边无人陪伴。在她的墓碑上简单地刻着一行字：李英，中国作家，诗人刘占秋的爱妻。最后的最后再来说说这个悲剧中的另一个当事人，惨案发生时还不到5岁的小木耳。他当时呢，正和那家毛利人的寄养家庭住在一起，幸运的没有目睹父母的血案。之后姑姑故乡在新西兰打了1年多的官司，主要是为小木耳的抚养权和顾城的财产归属。最后法院在权衡对于孩子成长的利弊之后，决定让小木耳留在新西兰，正式被寄养家庭所收养，并且拥有父亲顾城的所有版权所得。之后也有人去激流岛探访顾城故居，顺便打听小木耳的下落，但是都被当地的好心人以保护孩子的隐私为由婉拒了，只说收养他的毛利酋长一家对他很好，小木耳活得开心幸福。之后网上也有一些自称是顾城之子的人写纪念父母的文章，
但是最后都被证实是伪造的。直到1年多前，网上出现了一个短短的帖子，我们认为这也许是有关小木耳现状最可信的描述了。这个发帖人呢，说自己在澳洲工作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华人小组长，但是他却一句中文都不会说，聊起来才发现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这个小组长说呢，他爸爸是个中国诗人，问发帖人有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叫顾城。那这个名字一说出来，发帖人当时就愣在原地，不知道该如何答话。过了半晌才说，认识中国字儿的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你爸爸，他在中国非常有名。最后发帖人说，长大成人的小木耳性格开朗，人也非常聪明，真心祝愿他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如果这个帖子的内容属实，那么小木耳真就是冥冥当中得到了上天的庇护，让他成为了这个故事当中难得的拥有光明人生的那一个。好了，本期的文案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 M2 档案的主笔 Moelle。想要看到他更多的完整版作品以及没有做成视频的精彩故事，可以在 Amazon 上搜索繁体字风雨者购买我们的电子书。谢谢大家的支持，也别忘了点赞我们的这个视频哦。咱们呢，下期再见。